Hello， 大家好，我是课代表。网恋奔现虽然是属于现在的一个热词，但其实在社交软件刚兴起那个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且那个时候人们还比较单纯，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但没过多久，这份单纯就被打破了，原因也很简单，美颜相机出现了。如果大家面对面，那么对方的美丑自然一目了然，但是如果在网上交谈，在美颜功能面前，哪怕你再怎么歪瓜裂枣，也能给你整得荣死西施，貌比潘安。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网恋奔现翻车现场就出现了，真是奔现前人见人赞，奔现后告你诈骗。首先出场的这位男同胞就机智得多，他和网恋对象也在一起有几个月了，但每次提到发照片、打视频电话的时候，女方却老是遮遮掩掩的。男同胞倒吸一口凉气，难不成泡妞泡到了老公？为了早日一睹芳容，他给网恋对象点了一份外卖，然后在外卖小票上备注说，希望外卖小哥送到后能偷偷拍张照片发给他。外卖小哥收到指示后，他还不忘提醒外卖小哥记得把小票撕掉，不要让他网恋对象看到。没过多久，外卖小哥就发来了一句话和一张图片。看着这张隐约露出粗壮手臂和圆脸的照片，不得不感叹这位兄弟的口味确实独特。如果说刚才那位男士是未雨绸缪，那么接下来这位就算是指鹿为马的一把好手。一位妹子和她的榜一大哥决定线下面基，双方约定在了一家网吧。妹子到了之后便打电话询问大哥的具体位置，之后又问大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想通过衣服颜色来认人。也就在询问的空档，双方的距离也不过2-3米。穿着白衬衣的大哥显然已经听到妹子的声音，于是便满脸笑容地向妹子所在的地方看了过来。时至今日，我们仍不知道大哥到底看见了什么，能够让他在几秒钟内瞬间变脸。随后只见大哥淡淡地看了一眼旁边坐着的兄弟，说了一句黑色上衣，便挂断了电话。之后名场面上演了，旁边的兄弟先是看了看大哥的白衣服，再看了看自己的黑衣服，随后又转头仔细打量了妹子一眼，然后毅然决然地脱掉了自己的外套。但可惜的是，他黑色外套下面仍是一件黑色的长袖。正当他想继续脱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是公共场合，再说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只听见一声铿锵有力的滚，妹子哭唧唧地离开了。虽然刚才的2个奔现小故事有剧情有反转，但总体来说表演成分居多，完全比不上下面这个名场面真情实感。故事是发生在一家宾馆，大姐上来就笑着来了一句，我很丑吗？先声夺人。大哥只能以跟照片差太多仓皇防御，却不想直接逼出大姐大招，那我走。可以听出大姐这句那我走中是带着3分勉强、3分折辱、3分委屈和1分认真。大哥听闻此语彻底破防，深深一声叹息，那7分的无奈着实令人伤感。可除此之外，分明还有3分期待。大姐也是听出了其中之意，哈哈哈大笑了起来。反正到最后我们仍未知晓大哥有没有妥协，大姐到底是走了还是留了下来，大家觉得呢？接下来率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是2张照片，看起来好像很是不错，但当真人来到现实之后，大哥的手是颤抖的，心是破碎的，隐约还能听到大哥默默抽泣的声音。紧跟着出场的这位同样是重量级，2人奔现选择到火锅店，谁能想到大姐竟然拿着盆走了上来，而且看这吨位，这吃相是一位重量级选手无疑了。但该说不说，依稀还是能看出来大姐是有底子的，减完肥也是不差的。你放过我吧，求求你了。说实话，大哥这声带着哭腔的你放过我吧和求求你了，着实让课代表忍不住了。这婆娑的泪眼和带着哭腔的鼻音，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又到了开头照片砸脸的环节，不得不说，这个脸虽然看起来有点科技感，但加上身材之后，总体还算不错。可把镜头移回到现实之后，这人工痕迹过于明显的眼睛和鼻子，着实让人不忍直视。不得不说，这妆前妆后的差别也太过明显了一点。同样是照片砸脸，这位姑娘看起来就顺眼多了。虽然眉毛画的小白了一点，眼睛 P 得明显了一点，但总体来看还是相当可爱的，想必真人应该差不到哪里去。但事实证明，课代表还是太年轻了，他们是真的敢往不是自己那方向去 P 呀。我们看看这真人照片，除了眉毛像以外，还有哪一点能对得上呢？诈骗，这是妥妥的诈骗呢！看了这么多不尽如人意的奔现现场，想来大家也有点倒胃口了。接下来我们看点好看的。
当前出现在镜头前的这位漂亮妹子是位主播，她从沈阳来到杭州找她的榜一大哥奔现，可就在刚刚，榜一大哥却把女主播给撵出来了。想必大家也和课代表一样感到疑惑不解，V 字脸、大眼睛、一头秀发加上姣好的脸庞，难不成大哥眼光高，根本看不上？可就在众人疑惑不解的时候，女主播一改之前的娇俏嗓音，以男人浑厚的声音说：“就因为我是个男的。”心心念念的女主播竟然是女装大佬，这也难怪榜一大哥会将其赶出家门了。但是这可是女装大佬啊，榜一大哥难道不应该狂喜吗？不开玩笑，男扮女装能美到这个份上，甚至比很多妹子都好看，也怪不得榜一大哥会上当了。虽然女装大佬很美，但我们要清楚，奔现还是翻车的多。就比如现在这两位，奔现成功却始终一言不发。虽然两人始终不发一言，但课代表可以给大家模拟一下他们的心理活动。想必这位拿着手机的红衣大姐心里想的应该是：没错呀，和手机照片上一样啊，以前一直喊人家小宝贝的就是眼前这个人呢。而小伙子心里想的应该是：倒霉呀，我造了什么孽呀？奔现怎么还奔出来个大妈呀？眼见小伙子始终盯着其他方向，不敢看自己一眼，大姐也终于失去了耐心，心想：敢做不敢当，老娘走了。余光扫见大姐离开，小伙子心想：总算走了。可谁知这时候大姐猛地一回头，吓得小伙子立马把头扭了回去，只想大姐赶紧离开。刚才的两位虽然身份不太搭，但好歹还算是奔现现场。下面这个名场面实在让课代表困惑不已，这真的是奔现，不是碰瓷诈骗吗？只见一位脸蛋红红的圆圆的大姐正在向旁边的路人控诉一位大哥勾引她，随后竟然又要求大哥亲她的嘴唇。在被严词拒绝后，大姐更是彻底发飙。因为大姐的逻辑不通畅，我们还是直接来看原声大碟。还有善良勾引我，你现在亲在我嘴唇上，我不亲，我不想亲你。现在亲在我嘴唇上，这人，我靠，还敢勾引我！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网恋奔现名场面大盘点了。事实上，除了上述这些极端情况外，大部分网恋奔现翻车，主要还是因为容貌不自信和容貌欺骗。很多人为了给对方一个好印象，各种虚幻的滤镜都往自己的脸上加。但要明白的是，不管是美颜和化妆，都要适度才好看。过度的美化自己，往往会适得其反，让原本美妙的爱情背负上了欺骗的事实。随着科技的发展，全新的美颜技术或许能让网恋翻车、背锅侠翻身，但最重要的还是切记不可在美颜中迷失自我。最后告诫大家一句，网恋有风险，奔现需谨。在 B 站上曾经有个视频可谓是风靡了整个互联网，那是一个网恋奔现翻车现场的搞笑视频。视频中的二人在决定见面后便一起来到一个宾馆中，女生问男生说：“你觉得我很丑吗？”男生迟疑了一下以后无奈地回答道：“只是和照片相差太多了。”随后女主便说出了那句最为经典的网络流行语：“那我走。”视频中的男生听到这句话后迟疑了一会儿，并没有说话，而是长叹了一口气。女生看到这个反应以后，则开始了哈哈大笑，一切仿佛都在不言之中。视频中的那句“我很丑吗？那我走”也成为了网络上大红的网络流行语，在抖音、快手等平台都引起了很多的讨论，话题播放量也是突破了1000万。后来这个视频的女主入驻了抖音，一日之间就涨粉超10万。但是在她的视频下方评论区可就不太正经了，网友们纷纷问她那天到底走没走。哎呀，人家都一切尽在不言中了，还问什么走没走？而视频的女主则是在抖音上发视频回应。虽然网友们在评论区中的留言并不是那么的友好，但是该女主还是非常开朗的微笑着说：“如果想要知道答案，之后会专门开个直播，在直播中说明的。谢谢大家的关心。”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女主虽然长得确实没有那么国色天香，但是性格却非常的有趣，是一位性格美人。而对于这件事，很多网友都发表了一些看法。有人说，真是有够好笑的，自己约的女生含泪都要陪下去。其实在网络上翻车的事情可谓是层出不穷了，而车祸现场的情况也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但最过于惨的还得是接下来的这一位小帅哥，在看到自己网恋女友的朋友圈后，小帅哥直接来到了这个酒吧，并且鼓起勇气站到台上，他面对着所有的观众说道：“你在台下吗？我今天看了你的朋友圈，我知道你在更新小站，我不介意你比我大3岁，我也不介意你不是大一下本地的，真的，
我很喜欢你，请你做我的女朋友好吗，小薇？说完这一段话以后，台下的观众都沸腾了，毕竟这可是以往在电视中才能看到的剧情。而台上的帅哥在结束了深情表白以后，他期待地左右看了一下，这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一道黑影往台上走来，小薇出现在了台上，但是在帅哥看到对方的一瞬间，顿时表情凝固住了，他难以置信地轻轻问了一句：“是你吗？”小薇非常高兴地点了点头，而帅哥可就不高兴了呀。虽然因为是在公众场合，他并不能直接翻脸，但是从后续特写他凝重的表情来说，这一段感情估计是很难持续下去了呀。而接下来更是世界名言，我只 P 了一丢丢。在一个粉色的宾馆中，一对初次见面的男女正在对话，男人举着手中的美人照片，难以置信地问面前这个陌生而熟悉的女人：“这是你本人吗？”女人很坚定地回答他说：“是呀，就是我本人，难道不像吗？”面对如此自信的回答，男人难以置信地重新看了看照片，带着不确定的语气回答道：“也不能说完全不像吧，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像。”但是男人语气从这里开始变得磕磕绊绊，带着自我怀疑的语气继续说：“你这个照片跟你本人这差距好像有点点大。”对面的女人露出了嫌弃的表情，最后再怪罪男人少见多怪。她说：“哎呀，就前2天拍的，就用美颜相机 P 了一丢丢。”因此倒吸一口凉气，但是心想好歹也是直接聊了好久的朋友，于是安慰着说：“你这一丢丢还蛮不错的。”而最后则又出现了世界名画，女子撩起自己的头发，捧着脸娇羞地问道：“难道我很丑吗？”不是，虽然吧，也说不上丑，但咱就事论事，这女人口中的一丢丢真的是非常难以琢磨。化妆的时候让男友等着，说再让我化妆化一会儿，只差一丢丢了。结果最后该男子在楼下坐了2个小时。就像课代表想要各位订阅的心一样，同样也只有一丢丢的渴望，希望大家能懂。当然，在视频中男生的表现也非常的温柔，起码没有如其他的一些男人见到网恋对象不如直接想象中那么漂亮就直接翻脸。不过委婉的拒绝也有很多的学问，每个人的水平都参差不齐，但接下来这位无疑是可以称得上是最强王者的水平了。面对欺骗了自己的女人，他温柔地对她说自己想要找一个25岁以上的女孩子，因为早在很久之前，算命先生就给他算过，他不能找一个跟他年龄相差5岁以上的，而现在自己比那个女生大了6岁，他们之间是不会幸福的，并且还补充到，其实女生的性格、长相、身材，包括声音，自己非常的喜欢，但是自己不能不听算命先生的话。听到这话，对面的女生心都要碎掉了。但是他还是做出了最后的挣扎，他委屈地说：“其实算命先生就是为了赚你们的钱才这么说的。”随着现代网络的出现，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交流交易更有成效。然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各种交流平台人山人海，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在当今这个网络飞速发展的年代，太多的人因为生活节奏过于快了，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好好的认识一个人，于是只是通过网络这种虚幻的平台去与其他人接触。也不是说这样不好，因为在世界上也有很多因为网络而结缘，最后真正在一起的情侣。但是我们不能带着幸存者偏差去考量这件事，毕竟根据大数据来说，大多数的人还是通过网络结缘，然后进行网恋，最后奔现发现不合适，最后分手。而更为可怕的是，在这本就很艰难的事情中，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这其中去进行诈骗。根据相关的调查，仅去年2020年，中国官方公布出的数据就显示，在这1年间捣毁的网恋欺诈团伙就超过100家，而其中更是有一些组织规模巨大，人数超过了50人。所以网恋其实只是一种相遇方式，在交往过程中要小心网恋诈骗。幸运的是，网络开始实名化，法律也越来越健全，专家提供的防骗秘籍也越来越严密。我们除了不要被对方花言巧语蒙骗外，有金钱来往时一定要保留好证据，这样即使被骗也可以追回损失，弥补一下心灵创伤。好了，最后也祝愿各位能够找到最好的爱情。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各位同学，下期再见。